我们终于是见过家长的大人了。我绞尽脑汁想让自己变一个人，还是被苏木妈妈一眼认出来了。你不是上次买金鱼的那个女孩吗？我担心阿姨会因为金鱼误解我。智商一定不低啊，这样对下一代是有好处的。但是很快让我放松下来了。我的作品集通过了初试，一切都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。但一想着马上要去北京面试了，心里又挺不舍的。都怪苏木太会撩了，让我一天都不想跟他分开。欢迎下次光临。木木，再给我拿一个碗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姐不是说你这两天挺忙的吗？是啊，挺忙的，今天晚上还要出差呢。出差？你要去哪儿啊？北京。北京？哦。啊，那你要去几天啊3天吧。3天。那你几点的飞机啊？晚上6点。6点？那你还不赶紧快去啊？所以我得赶紧过来陪陪你啊。有什么要帮忙的吗？没有。没有啊。帮一帮。豆豆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你之前说的那个道理。你说喜欢一个人没问题，但最重要的是要那个人喜欢你才行。默默，我真不是故意在你面前撒糖的，我是真没注意你就在旁边。你要不要这么狠？给你开玩笑的，我也是第一次谈恋爱，我也不会。谈恋爱不是学会的，我已经把那些公众号都删了。我现在觉得谈恋爱全凭感觉。全凭感觉？那你说我要不要去北京参加面试啊？这个，我真不知道。小螃蟹，你天天待在这里无不无聊呀？我看你挺无聊的，要不我们今天去哪玩玩？
大忙人儿，你终于忙完，舍得理我啦？刚刚到酒店。你想我了吗？我今天可是等了你1天。很想你。很想我？那你不让我跟你一起去北京？我怕我太忙了，陪不了你，你一个人无聊。那晚上不就回来了吗？就不无聊啦？那晚上你想干嘛呀？你想干嘛？你干嘛？我洗澡啊，准备睡觉了。哦，是啊，你今天都这么累了，确实该洗澡睡觉了。你去吧。哎，等等，那个什么，我还有件事没跟你说。怎么了？哎呦，我突然忘了我要说什么了。你赶紧睡吧啊！那个我也休息了。那你也睡吧，晚安。晚安。他绝对是故意的。我们就因为这上当吗？这不就是露个上身嘛？那就算不了什么。就腹肌还可以嘛。我今天就要去北京。你不是明天才面试吗？苏木在北京。我说你这就有点不合适了。你说你们在家里来来往往，天天腻在一起就算了，毕竟我们大人在家呢。这要是在外头，孤男寡女独处一室，那还了得？妈，你想什么呢？我们早就住在一起过，不也什么都没有发生吗？你们什么时候住在一起的？就是我夜不归宿的时候，我都跟他住在一起的。你们怎么能这样？苏木不是那样的人。你呢？我更不是那样的人，我怎么可能会是那样的人呢？妈妈，你就让我去嘛。妈不让你去，你还真不去了吗？妈只是想告诉你，你一定要知道什么事情该做，什么事情不该做。我知道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。我意思是，我们成年人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好了，妈，你好好看书，我去收拾去了。
现在的年轻人呢？你这么早叫我干嘛呀？咱们不是晚上才开会吗？这个图纸我用了1晚上时间，已经修改好了。接下来你来负责。你要去哪？我要回新月市。你这么着急回去干嘛呀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哎，这我一个人也弄不了呀。你怎么每次都这样？师傅，去机场。好的。师傅，去机场。喂，喂，小苏苏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北京啊。你呢？啊，我在冰淇淋店呢。我今天店里好忙。你呢？今天挺忙的。啊，那我今天就看不见你了吧？你想见就能见啊。视频不算，又摸不着的。那你今天几点回酒店啊？6点钟吧。6点，正好。什么正好？我是说真好，6点你就能回酒店。那你回酒店，我就给你发视频，千万别乱跑啊！我知道你在哪。好，那我们6点见。6点见。哎，师傅，稍微快点。哇哦！你好。你好，请问一下，苏先生的房间号是多少呀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酒店有规定，不能随便透露客人房间信息。我是他女朋友。女朋友也不行，要不您给他打个电话吧。可是我想给他个惊喜，那这样的话不就没有惊喜了吗？所以拜托。真的不好意思，抱歉。好吧。喂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算了，告诉你吧，我来北京面试。什么？你在北京？对啊，我在你的酒店。惊不惊喜啊？本来我是想给你个惊喜的，可是我不知道你的房间号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冰淇淋店。哪儿？星月是甜甜的冰淇淋店。真的假的？惊不惊喜？我惊呆了。先站在原地别动啊。好。甜甜的，你怎么突然过来了？我来考试啊，顺便找他。你俩还真够怪的。他昨天晚上做了一晚上图，就是为了着急早点回去找你。你还来找他，作不久。真的呀？假的？肯定是真的。这里是孙悟平时住的地方，里面都是他东西。虽然他人不在吧，但是里面充满了他的气息。我相信你应该不会觉得孤独吧？行了。行，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，有事给我打电话，最好别打。谢谢。你怎么突然过来了？我来考试啊，顺便找他。你俩还真够怪的。他昨天晚上做了一晚上图，就是为了着急早点回去找你。你还来找他，作不久。真的呀？
就在这里。工作。喂。喂，住下了吗？怎么样，还习惯吗？不习惯。不习惯？那要不要给你换个房间，或者换个酒店？不，我是不习惯在你的地方没有你。我也没想到你会突然来找我，我是想给你个惊喜的。我们就这样彼此错过了对方。唉。你明天几点起8点。好，我叫你起床。不用，我自己定闹钟就行，我起得来。不行，我叫你。好。你考完试，我去机场接你。好。睡觉吧。好。我想你了。好。我也想你。晚安。以上呢就是我的全部作品，谢谢。其实，这并不是一次补录，也不是让你来顶替名额的空缺的，而是我们从众多的设计当中发现了你的作品，才决定增加一个名额给你。那就是说，你们给我寄通知函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录取我了？对，我们很欣赏你的作品，看得出你有很深厚的绘画功底。我们也想亲自见见你，听听你的设计理念，看得出你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人，能设计出这样梦幻的作品。我们学校就需要这样思想大胆的学生。你准备一下签证，1周后入学报到吧。一周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考官们，我能不能晚一些报到啊？入学时间是不能改的。那我可不可以上网课？你是在开玩笑吗？对，我就是在开玩笑。你可真幽默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是说了吗？等你考完试，我过来接你。我以为你是在新月机场接我。那怎么可以呢？考怎么样？还不错。真聪明。走吧。对不起，飞机迟到了，我晚点了。飞机晚点了，我迟到了。我要知道你约我，我肯定就不去北京了。结果还迟到了，实在对不起。
你怎么了？本来也是我今天突然约你的呀，我又没怪你。无论你什么时候约我，我都应该第一时间出现在你身边的。你怎么今天变得那么紧张啊？有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以前什么样，你也知道。但我遇到你之后，我觉得我就不会了，说什么干什么都变得很拙劣，就像个傻子一样。你就像个傻子。不过我不喜欢油嘴滑舌的，我就喜欢傻子。哦，你说什么？喜欢傻子？你不是喜欢我吗？他喜欢我，你喜欢我了？你傻了？我是真傻了。原来亲亲是这种感觉。我以前都干嘛呢？以前我不管，以后你要是敢乱来，你就死定了。怎么，你不愿意我管你？不是，是公司让我去负责日本分公司的事儿。我不是怕你管我，我是怕你不管我。我不去日本了。以前我们没有遇见，现在不也在一起了吗？怎么了？你还害怕我们在一起之后还会分开吗？师傅，去探地。好嘞。你会不会觉得我吃相很丑啊？不会啊，像个小猪一样，多可爱。那你不担心我长胖吗？不担心，你本来就挺胖的。没事儿，我陪你一起变胖。那你吃啊。哎呀，你儿子这个职业太酷了。他从小就喜欢这个，快坐，喝啊，咖啡。谢谢。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因为呀，我女儿把你儿子的飞行器弄坏了，小苏居然把我女儿扔泥塘里去了。我的天哪，他们两个还真是一对欢喜冤家。我反正现在是看他俩越来越搭，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儿。哦，对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在星月山啊搭了一所小房子。是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啊，我是听米娅说的。木木啊，照着德德的一幅画搭的一所小房子。对，那幅画呢？哦，就是这幅画啊，你看。啊，对对对，我见德德画过这个，是吧？想不到他们还搭了一所房子。他们两个呀，搭了一所房子一起住呢。怪不得。田妈妈那个，
我呢是很开明的，孩子们在一起也很正常。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懂得保护自己。啊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们家木木呢，从小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孩子，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胡来的。我们家多多也是，他从小啊就是一个有主见的孩子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他都会负责任的。这个你放心好了啊。这么说，他们两个真的是很像很像的。对对对，来，喝咖啡啊！好的好的，来。到家了。对啊，辛苦了。哎，妈，阿姨，你们怎么一起回来啦？对呀。哦，是苏木去北京接我回来的。你说你这个孩子一点都不懂事，人家苏木都那么忙了，还让他去北京把你接回来，这是应该的，男孩子就应该这么做。怎么能让自己的小女朋友一个人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呢？是哦，他俩现在热恋期，分不开的。就算是以后结了婚啊，也必须这个样子。好了妈，田先生今天累了一天了，肚子有点不舒服，他先回去休息了。你肚子好点了吗？啊，刚才走了走，消化的差不多了，好多了。以后你少吃点。妈，走吧。啊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哎，好的，再见，改天聊啊。哎，好的。没事，我们回去了，走啦。阿姨再见。拜拜，阿姨。拜，一起喝茶哦。哎，好的。别看了，回家了啊。哟，回来了。考试考怎么样？哎呦，嚯，太棒了！果然没有辜负为父的期待。坐。撅个小嘴干嘛？不开心啊？我说过的，他担心跟苏木分开，异地恋。闺女啊，这个人生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实现自己的梦想，体现自己的价值。但是，也不能没有爱情。如果你们彼此有真诚的爱情，那异地恋又能算得了什么呢？你爸说的对，爱情跟理想都重要，你可以自己选择，也可以两者兼得嘛。关键是看你自己。放心，爸妈，我会好好想想的。闺女啊，这事儿你也别着急啊。这上面不是说了吗？这离报到的时间还有几天，你完全可以考虑考虑。我跟你爸还是那句话，从小到大都是你自己做的决定，无论你做什么选择，我们俩一定支持你。谢谢爸，谢谢妈，因为你们真好。难道我们真的要分开了？这几年我怎么过？你怎么来啦？我不能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随时欢迎。正好陪我喝一杯。你怎么突然大驾光临？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吗？那当然了，我宣布，
我李迪今天正式加入迪城公司。哇哦，这不你爸的公司吗？有什么好炫目的？哎，这和你想的可不一样。我可不是以大少爷的身份加入的，我是正正经经通过面试进去的。所以说，我现在成为了一名迪城公司的优秀的实习生。来，为优秀的实习生干一个。哎，你不要瞧不起实习生啊！我相信通过我1年的不懈努力，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正式员工。我相信你。啊，我看你最近心情很不错啊。没有经历风雨，何以见得彩虹啊？你经历什么风雨了？我算是从一个男孩变成了一个男人吧。你也谈恋爱啦？什么呀？我就是想通了一些事情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是我以前不懂的一些事情。自以为是，哎，就那些事情。你现在是越来越明白了，我倒是越来越迷茫喽。你有什么可迷茫的呀？你和苏木吵架了？没有，我不是面试通过了吗？就要去英国留学几年。这不是好事吗？是好事儿，但这就意味着我要跟苏木分开几年了。原来你是担心和苏木异地恋啊？对啊。还没事儿的，会在一起的人永远都会在一起，不会在一起的人就算在一起也会分开。悠，你是真的长大了，都能说出这样的话了。不是吗？对啊，就像我们之间一样，会永远在一起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高中的时候，你一去我们就成了最好的兄弟，我们一起打打闹闹，疯疯癫癫，各种闯祸，经历了所有的事情。结果到了大学，我们还在一起，这就说明我们会永远在一起。对，谢谢。好了你啊，酒量什么样你自己心里不清楚了，别喝了。是啊，你之前也说过，喝酒，我也就是你个弟弟。你在我心里啊，永远都是我的好弟弟。所以，不管你经历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，你就来找我，我绝对会像以前一样，任何事情都为你出头，永远替你出头。对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